相信大家都看了标题了，那么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不过在这里之前呢，先说明一点，这个影片只是在简单介绍这些牌组，让你明白这些牌组是怎么玩的，就会简单说明重点。想深入了解怎么玩的话，可能要看别的影片了。每一副牌组我都会打分，让大家知道这些牌组大概的实力强度。个人观点只给大家参考。简单评价这个卡包，个人只推荐想玩英雄的人去抽这个卡包。卡包里有不少能用的卡片，但大部分都是英雄卡占比比较多，其他人直接合会比较好啊。先来讲讲骑士战士，岩石族牌组目前还是离不开织物龙。玩过魔咒的应该很熟悉，也是主打展包展开。相比起魔咒，动点更多，而且对手看抗性更好。新的骑士战士有了更多从无敌特效的效果，抽素材更容易。本家有代价对2特效的强力卡片，所以也不用担心对不进无敌。新的融合除了能减少动点以外，也是能够将船上的怪兽变为低属性。最高通教更是提供更多的操作。如果不看终端，只看本家，新卡很多卡片效果都是跟低属性怪兽有关。利用融合怪转换低属性，可以提供更多的防御效果，比如说自己选攻击对象，攻击无效，或者把怪盖住。更不可以看外面的展示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旧的骑士战士大怪我是没有带的，主要还是抽出彩起来没有发起方便。发起作为3色坑也有加卡是真的非常强啊，同时也能优化一些牌数比较低的本家就没有带了。个人觉得不错的强化，但积木龙还是太强了，这个牌组10分我是可以7分。下一个英雄军，这是不同英雄混在一起的构筑，一直以来都是很热门的组法。英雄一直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能用的卡片太多了，组牌的时候只能选择最好的来使用。这个组法则是放弃了部分英雄卡片，选择带权力的灵王，并技能优化飞剑，也就是上线换下线，所以很多常见的卡片就没投入了。这期获得新卡也是相当强力啊，能驾船长的雷霆巨人。更多的假面变身补强，可以说后宫有了更多的选择了。相比起旧的终端，现在英雄也能够使用堆积英雄防魔性了。原因是有了消怪版的假面英雄，堆积就变得更好出了。这次的新卡也是给英雄提了一波强度，这个牌组10分我是可以给8分。英雄获得了补强，那么同样是英雄的新空间也当然有补强了。目前新空间最好的终端是带3张新空间想要出数据，但我觉得带3张新空间会比较卡，所以只带2张改出新云了。你们可以自由转换。星云虽然没有继续完成封锁那么强，但星云的大量抽牌也是可以帮助你打下一回合。新卡奇迹除外是除了可以对新空间撒以外，也可以减少本家魔性，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补偿。配合 EA 切换成任意的元素英雄，跟到来差不多了。终端方面虽然也是跟英雄军差不多，不过能出继续和星云也算是自己的特色，但对比英雄军，新空间运转起来是没有那么顺畅。这个牌组10分我就可以给6分。最后说一下部分闪卡，恶魔牛斗士能减少2张恶魔之端的仪式怪，在未来推出的仪式恶魔牌组会用到，只需要1张就可以了。但目前在 N 的玩机没什么用啊。7级去夜的龙之战士可以推到任意4星以下龙族，但效果无效。虽然效果泛用，但目前不是任何牌组的最优解，我不推荐留下来，拆掉比较好。武装龙2张武装龙都可以给真龙使用，但去的空间比较多。如果你选择60牌组的话，可以选择使用。40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用天杯龙比较好。至于武装龙本家，其实需要的是更多的终端，就不多解释了。抽牌面包，好用的锅牌卡，像闪到那样多属性的牌组可以拼个抽2。同属性需要丢手牌的也可以用，但目前来说作为锅牌卡，在大部分牌组都是只适合选上，想试试的可以留意，不想用的直接拆都可以。我是觉得没有过不灵泛用。化魔之飞，强力解馋，适配大部分后宫牌组，有解馋需要的可以留意。带多的情况下，我比较推荐杀别的，除非你对特效怪兽这部分有需求。英雄法则5大自由，这张卡作为泛用陷阱可以选用，不过有魔法版的灵魂解放也可以考虑。重点提及2效果，这张卡可以用1效果除外无敌的雷霆巨人，再用2效果2速拉上场。如果对先攻有需求，那么这张卡也是可以考虑的。那么这个包都讲到这里了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你在评论区问我。就先讲到这里吧，拜拜。